我国痛风高发，祸根是豆制品。其实这3种食物才是害人精。小王在刷新闻时看到一则网友留言，女网友说自己和男朋友小胡因为一种病而分手了，父母不同意2人在一起。那么是什么病呢？小王仔细拜读女网友的帖子，原来是男朋友得了痛风。小王也听说过这个病，但也是一知半解。那么他真的严重到和不能生育一样的程度了，甚至直接影响到2个人的关系了吗？小王再次读起帖子里的内容，男朋友身材胖胖的，体重180斤，有1级高血压。之前平时爱吃一些浓汤鲜肉和火锅，查出有高血压后就不让他吃那些东西了。后来有应酬喝酒局，很晚才回家休息，有天睡到半夜突然惊醒，捂着脚趾头喊疼。开灯后发现脚趾关节又红又肿，疼到不能抑制，连路都不能走，疼得大喊大叫的，立即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右足部多处指关节活动障碍，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增高，血尿酸升高达到420，X 线检查未见骨质受损，诊断为痛风急性发作，原因是近期大量饮用啤酒导致诱发。回家后父母知晓，却力劝我和他分手，说是会遗传，对下一代不好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年轻人做婚检还是很有必要的，万一把一些不好的基因带给下一代怎么办？就比如说痛风，你是医生，你说说。小王在我面前谈论起了这个事情，说到痛风，有些人并不是很能理解到底有多痛，它可以让一个大汉嗷嗷直叫，当场飙泪。今天我们就聊一下有关痛风的问题。1. 痛风是怎么回事？痛风实际上是一种代谢性系统的疾病，各种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等等，在如今社会上越来越年轻化了，痛风也不例外。它主要是由体内的高尿酸血症导致。那为什么我们会痛风呢？原因有2，它们是高尿酸血症形成的主要原因。病因1，嘌呤含量过高。那么高尿酸血症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身体内尿酸的含量过高了。而尿酸是嘌呤物质在人体内的最终代谢产物，嘌呤物质存在于食物和机体内。嘌呤是一种含氮碱基，以嘌呤核苷酸的形式存在于机体内的物质，说白了就是一种原子。追溯到源头，当代谢功能异常时，是嘌呤含量高导致的高尿酸血症引起的痛风。高尿酸血症可以引起炎症，也就是说尿酸的盐结晶在刺激我们的关节组织、免疫细胞、白细胞等等，于是捍卫我们的健康赶来打仗，引发的炎症反应，就出现了小胡的症状，红肿热痛。病因2，尿酸排泄减少。尿酸排泄的减少是高尿酸血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根据字面意思很好理解，就是排泄尿酸的器官出现了问题。肾，例如肾小球对于尿酸的滤过率降低和肾小管重吸收能力增加，都会让尿酸排泄的量减少。跟减肥道理相似，积极运动却大吃大喝，体重根本不可能有变化。2. 痛风的身体症状。知道了高尿酸血症的机制，到痛风只需要一步，体内的军队免疫细胞来跟尿酸过于饱和形成的结晶炎对抗，引发炎症反应，表现就是红、肿、热、痛，反复发作引起痛风时，详细见五、肾炎等等，严重者甚至会关节畸形功能障碍，还可能会伴有尿路结石。像帖子里那个男人小胡，就是尿酸结晶沉积在脚趾关节处受累了。其后最易受累的关节依次为踝、膝、腕、指、肘等。小胡做了什么导致这么令人窒息的疾病找上他的呢？人体内尿酸的来源主要是我们自己细胞分解紊乱来的，是内源性的，占总尿酸 80%， 剩下 20% 则是外源性的，虽然比例小，但是它可以是一根撬动整个地球的杠杆，对于我们进食的食物有了很大的相关。3. 豆制品是造成痛风的罪魁祸首吗？常常听人们口口相传，痛风啊这个病，千万不能吃豆类豆制品啊，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似乎豆制品是罪魁祸首，其实不然，豆制品在其中的位置微乎其微。当它们成为豆腐和豆浆后，嘌呤含量大大降低。据研究证实，每100克黄豆当中，它的嘌呤含量在100到150毫克。根据嘌呤指数标准划分，确实属于中高嘌呤食物。有了这条依据，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横行在菜市场的各种豆制品也属于高嘌呤食物。
这一看法属于推测，并不是很准确。尽管黄豆的嘌呤指数很高，可是人们却忽略了在制作豆制品的过程当中，它的步骤与程序。为什么说豆制品嘌呤含量高这一看法不准确？原因就在于此。当黄豆要被制作为豆制品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等这些，我们首先需要将黄豆清洗干净，然后经过水的浸泡、研磨细碎，再加入充足的水分，然后将其煮沸加热。当豆制品制作完成以后，由于这些手续和步骤的充分参与，让本来嘌呤含量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低了。一杯100毫升重量的豆浆，它的嘌呤含量仅仅在27毫克，而在100克的豆腐当中，嘌呤含量为55毫克。不仅如此，甚至它们还有能够降低尿酸的功能。大家对豆制品的错误认知，让豆制品蒙上了不白之冤，也让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听信了，走上不归路。4. 要想痛风好，这3种食物千万不能随意吃。这里给大家介绍生活中最常见的3种致尿酸高嘌呤食物。食物可以分为低嘌呤，每100克中嘌呤小于25毫克；中嘌呤是在25到150毫克，高嘌呤食物则是150毫克以上。1. 鱼虾贝类。大部分的淡水鱼虾类每100克所含嘌呤大约75到150毫克，同为淡水小鱼，可是小鱼干的嘌呤含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，每100克竟然含有1538毫克，因其外观朴实，其貌不扬，价格平易近人，走上了大部分家庭的餐桌，成为真正的嘌呤杀手。同时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国内也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吃日料。据数据统计，日料3件套，干贝嘌呤指数390毫克，秋刀鱼嘌呤指数355.4毫克，最小的嘌呤指数三文鱼也有250毫克。痛风患者需要谨慎食用，正常人也应该控制食用量。2. 干菌菇藻类。在蔬菜类当中，论汁水丰盈、鲜嫩可口的它们榜上有名。相比海鲜和肉类在痛风界的地位，大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菌藻类位置也如此靠前。为首的香菇嘌呤含量在214毫克左右，早已超出高嘌呤食物的底线。但是喜爱吃菌类的痛风患者可以适当吃一些蘑菇，它的嘌呤含量相对比较低，在28毫克左右。藻类中当属紫菜，紫菜的嘌呤含量让人难以接受，竟然高达274毫克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还在食用。3. 动物内脏。烧烤夜市上，肉糜的芳香吸引着过往行色匆匆的路人。一张张搭在棚里的餐桌上，五脏俱全，以嘌呤301.5毫克的鸭肝为代表的内脏烧烤、鸡肝、猪的大小肠，它们的嘌呤指数逼近300，一桌桌痛风套餐，嘌呤均在200以上的超高风险线上，痛风患者只能远之。另外还有一个小误区，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啤酒。那最受烧烤人争议的就是喝啤酒会加重痛风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啤酒不仅仅会增加体内的尿酸含量，而且它还另辟蹊径，在排泄尿酸的过程中起到降低的作用，导致高尿酸血症。不仅是啤酒、白酒，所有酒类都是相同的，酒类与烧烤同时，那就属于越喝越有了。这3个嘌呤大户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对于病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外源性嘌呤过高的食物摄入要控制，一旦摄入过多，同样导致内源性的紊乱，造成痛风隐患。根据女网友所发的帖子，可以清楚了解到她的男友小胡下班后与朋友在烧烤摊经常吃夜宵，对于本身具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本来就更具有隐患性，他仍然吃吃喝喝不忌口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痛风。所幸的是，他这次是首次发作，就来医院及时救治。5. 痛风的治疗以及护理问题。痛风分为4期：无症状期、急性炎症发作期、痛风时期、间歇期。小胡处在第2期，当他不遵医嘱，回去以后我行我素的话，马上进入第3期痛风时期。顾名思义，尿酸结晶炎在关节内、关节附近与耳轮常见，尤其是手足关节隆起一些黄白色的小如芝麻、大如鸡蛋的纤维组织，渐渐变硬如石头。1. 治疗显而易见，分为抗炎治疗和饮食生活治疗。这2期疼痛难忍，首先进行抗炎治疗，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消炎，例如布洛芬、银多美辛等，比较温和，刺激比较小。
秋水仙碱也可以用，虽然秋水仙碱是特效药，对于制止炎症止痛有特效，无论是口服还是静脉用药，反应都比较大，用时需要慎重。在间歇期，也就是不在发作期内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停药，需要用促进尿酸排泄药，抑制对尿酸的重吸收，从而增加排泄，达到降低尿酸的水平。例如丙黄舒、苯溴马龙。同时用药期间多饮水，增加尿液的排出量，以便带走尿酸。2. 患者痛风发作时进行一些护理，必须绝对卧床休息，抬高患肢，需要支背架，减少患部受压，夹板固定制动，减轻疼痛。遵医嘱给予冰敷或者硫酸镁25%湿敷，消除关节肿胀和疼痛。对于指导病人的日常生活，我们必须给予一些关节上的保护，以避免关节畸形不能进行正常活动，比方说，尽量使用大肌群。如果能用肩部负重者，不能用手提，能用手臂，不要用手指，经常转变一下姿势，也不要长时间进行重体力劳动，更有利于关节恢复，造成功能障碍和畸形是不可逆的。所以，小胡现在在医院最有可能使用了些抗炎药，止痛了以后回家进行饮食调整。关于这方面，那高嘌呤的食物不可以再吃了，可以吃一些碱性食物。多进水也是很重要的一条，有效减少结晶炎的沉积。6. 遗传问题。这个问题毕竟关乎下一代，大家都很关心。据统计，原发性痛风确实是属于遗传性疾病，可是很多疾病都具有遗传基因，胃病、头疼病都有可能遗传，这些疾病患者不在少数。对于这些遗传又该如何呢？这些人难道就从此被婚姻抛弃了？其实痛风病和胃病那些一样，最重要的是自身对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的自律。只要这些方面做到位，只要可以管控住自己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小胡只要谨遵医嘱，回去休养一段时间，身体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对痛风来说，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重中之重。